手指不自禁地弯起，继而紧握成拳，双肩不停地颤抖着，仿佛在平息很大的怒气。半晌，他终于抬起头与我对视，沉着噪音说：“太医在你查中查出了子绮罗，而且从你的症状来看，已经1个月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知道你怀孕后，凶手也知道了，并且很快就下了药。由此，整个皇宫乃至你们府里都有嫌疑。”不，猛然听到上官玉怀疑我们府里也有嫌疑，我的声音陡然拔高了1倍。我相信爹娘会害我，绝对不会。还有哥哥、大哥、二哥都使我这么好，怎么可能至于吓人？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完全改变了顾彩月刁蛮任性的脾气，对待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。他们不可能跟我有仇。至于上官玉口中说的子绮罗，我知道是一种益处大干害处的东西，一般的人拿它泡茶喝可以光泽肌肤、乌发明眸。它的味道更是和大楚的一种叫瑶山清真的茶非常相似，不是高手一般品不出来。但是子绮罗价格昂贵，1两就要100两银子，一般百姓是买不起的，所以有些馆子蒙混客人，经常用刻好了的瑶山清真茶水代替子绮罗，骗到很多贵族或者富商的钱。可就是这么好的东西，独独孕妇不可碰。短期服用者生下来的孩子会痴呆，长则流产。我1个月便被这药整得流产了，可见分量放得很多。既然断定子绮罗是元凶，那必是有钱的人才会出手，那到底是谁？谁才是幕后黑手？我和上官玉将得到的消息分析了半天，只得出这个出手者必是使我们的事情十分清楚，而且是个有钱的人。这么说，这个人可能是我们宫里的人，或者我们宫里出了内奸，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我必须好好查查。他洗漱完毕，脱衣上床，我看着他拼的面容，心里一疼，情不自禁地抚上他的脸。凶手固然可恶，可你也不要累坏了身子。他一时颇为感动，反手握住我的手，将我轻轻揽入怀里，口气却是非常阴沉。害死了我们孩子的凶手我必须找到，不然无法平息我的恨意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手上不自觉地用力，我被他捏得生疼，不由得嘤咛一声，才让他回过神来，非常歉意地看着我：“捏疼你了吗？对不起。”我忙捂住他的口，资源熊出品。他的眼睛一亮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点点头。好了，天色很晚了，赶快睡吧。他体贴地帮我将枕头放好，小心地扶着我躺下。我闭上眼睛，喉问发酸，紧紧握住他温绥有力的大手才安静下来。1日的拼让我很快进入梦乡。我流产的事无法隐瞒，因为10月怀胎，1朝分娩，我不可能无中生有的变个孩子出来，10个月后皇上也不可能莫名其妙的孙子就没有了，所以皇上只能趁着现在刚刚怀孕不久，将这个消息公布了。文武百官立时炸开了锅，皇上的嫡孙子没有了，太子的第1个孩子没有了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文武百官纷纷要求调查。皇上急忙平息了众臣的议论，告诉大家已经在查这件事了，这才微微平复了纷乱。但这毕竟是皇家的家务事，让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，多余的事情皇上是不愿意将细细一一透露的。月儿，娘一路匆匆而来，我知道这件事根本无法隐瞒娘，她知道后必定会进宫来看我。我出事第3天，她终于得到恩准可以进宫。她一脸的焦急与悲痛，看到我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娘意我梗审地看着她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孩子。她摇了摇头，伸手擦着我脸上的泪，殊不知她已生皱纹的脸上也满是泪痕。犹记得1个月前，娘还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我好好生下孩子，谁知才过了1个月，这个孩子已经离我们而去，一切成了空谈。月儿，你寡自责，你爹已经将事情告诉我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个凶手。娘咬牙切齿，瞪着房间的某个地方，仿佛恨不得将那个凶手拽出来撕成碎片，神情是我从未见过的凛冽。我低下头去，为娘也有如此狠辣的一面而惊颤。她从来都是温温柔柔的，即使心中有火，也不会显露在脸上，让你看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而这次她居然表现得这么明显，可见是动了真格。
娘都如此，何关爹呢？我想来想去，终是不放心爹，不由得低声问娘：爹还好吗？你爹？他愣了一下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爹那么冷静过。他一个人在书房坐了3个时辰，实在冷静得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娘仿佛想到了爹的样子，脸色有些恐惧。单单就是从娘的表情来看，我就可以想象爹的脸色有多么差。我这个爹越是冷静越是可怕，恐怕他心里不知多恨那个幕后黑手，只差没跟他单挑了。你二哥快气死了，在家里急着要为你报仇，我拦都拦不住。娘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不知该与二哥怎么办。我想到二哥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感动。以前我和他说话的次数总共不超过5次，现在感情越来越好，他会与我同仇敌忾，我的敌人就是他的敌人，心中甚是欣慰。谈话的时间越长，娘的悲愤也渐渐平息下来。他炯炯地看着我出神，我想到失去的孩子，眼睛又模糊了。他见我神色拼，不忍再打扰我，叮嘱了几句好好休息，不要想太多，才百般不放心地回家了。日子转瞬过去了2天，上官玉每天都是早出晚归。我知道他既要忙朝堂上的事，又要追查凶手，着实非常累。而今天距离我小产已经5天了。午后的阳光慵懒地洒向地面，我吃过午饭，让红儿把房门和窗户都打开，透透新鲜空气。凛冽的北风被阳光一照，也显出暖意，暖暖地吹进来，颇为舒服。由于红儿每天按时给我吃了太医开的药，还有十全大补汤，我的身子略微有些恢复，不似前几天那么虚弱。我躺在床上蔽日养神，等红儿端来今天的药。谁知等了一炷香的时间，那个丫头还是不见人影。这丫头跑火星上给我端药去了。我有些奇怪的朝门口望了几眼，张口便叫翠儿。因为我身体虚弱，上官玉怕人多了吵着我，所以只让红儿一个人在屋里，其他人都守在门外。这回红儿出去了，屋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只好把翠儿唤进来，谁知那剃头好像耳朵被堵住了一样，我喊了2声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强撑着身子坐起来，使尽浑身力气又喊了一声翠儿。小姐，他终于听到我的呼唤了，急急忙忙地冲进来，神情有些慌乱。我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随口问了句慌什么妻，谁知他竟然脸色微微一变，忙摇了摇头岔开话题，小姐找奴婢什么事？我没有过多注意翠儿的奇怪，只是开口问，你帮我去找找活儿，他端个药端到什么地方去了？翠儿微微一顿，点了点头，好，奴婢这就去。说完拔腿就往外走去。呀，翠儿刚走到门口，就与迎面走来的红儿撞了个正着。因为翠儿走得太快，险些把红儿端在手里的药全部洒了，惊得她一连倒退了3步。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红儿忍不住问了一句，换来翠儿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嗫嚅地摇着头说没什么。我看到这一幕，心中微微略噔了一下，今天的翠儿实在奇怪，她到底在紧张什么？红儿，你上哪去了？端个药这么久，我抱怨了一声。红儿闻言脸色一肃，再顾不得翠儿的表情，直直地走过来，将药放到我手上，盯着我说了一句，殿下将侍奉茶水的奴才全部处死了。什么妻？我惊得一口要喷出来，不敢相信道，你说什么妻？红儿颤了颤，老实的将前因后果和盘托出。奴婢本来是去药房拿药的，却听见工人们在议论殿下要处死人的事，所以就留了个心眼听了2句。他们说殿下将给小姐侍奉茶水的奴才全部处死了。上官玉处死了所有给我侍奉茶水的工人。我怔怔地抬起头，看见站在门口面如死灰的翠儿，终于明白她刚才的仙魂落魄是为什么了。我足足惊愕了半晌，脑中不断闪过红儿说的10几条人命，10几条人命啊，就被他这样一句话而没有了上官玉。上官玉在哪？情急之下，我顾不得在人前称上官玉为殿下，直接将他的名讳叫了出来。红儿显然一愣，反应过来后才急急忙忙地回答，殿下在皇上的书房。父皇知道了。我又是一惊。红儿摇摇头，就是皇上下的命令。皇上？我彻底惊到了，居然是皇上亲自下达的诛杀命令。第49章暗涌。我的脑中嗡的一响，
眼前一阵晕眩。果然是皇宫，人情冷漠，一条下人的人命还不如一些皇帝的宠妃养的几条鱼。鱼死了，妃子还要大发雷霆，怒斥那些没照顾好的工人呢。他们却这样悄无声息的就死了，连个背经的人都没有。而为了追查凶手，我却背负了这几十条人命。即使我不想肮脏的染上杀人的血，可是这十几条人命始终是为我而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查清楚就要先拿那些奴才开刀？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血腥和争斗？红儿看着我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害怕我会出什么状况，要快点把药喝下去。我却没有这个心思，将药推到一边，你去帮我把上官玉找回来。小姐。红儿为难地看着我，从没有见过态度如此强硬的我。我一眨不眨地看着她，口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。快去！红儿吓得缩了缩，转身跑了出去。我急促地喘息了一会，看来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刚才的激动让我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。小姐，你把药喝了吧。翠儿稍微恢复了一点面色，苦心劝我。我不理我，固执地盯着门外，不知道红儿什么时候会把上官玉找回来。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，2炷香的时间过去了，大约1个时辰后，红儿终于带着上官玉从外面赶回来。她一眼看到了我未动一口的药，脸色蓦地一变，有些谨慎地看了上官玉一眼。我知道她害怕被责怪，飞快地玉起桌上的药一饮而尽，才终于让她松了口气。我让红儿翠儿退下去，上官玉皱眉看着我，干什么这样折腾自己？身体是自己的。我顾不得跟他讨论这个，劈头就问，皇上让你处死了所有给我奉茶的工人，红儿应该在回来的路上跟他说了这事，他有准备似的点点头。我见他回答的干脆，索性继续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？他看了我一眼，在桌边坐下，眼中闪过一丝阴霾，那个凶手很狡猾，隐藏得非常好，我5天查下来还是没有任何线索。父皇大恕，让我索性把那些给你奉茶的工人全杀了，奸细必定在其中。上官玉说这话时毫不留情，神态与皇上如出一辙。我悲愤莫名，有些口不择言，如果没有呢？你们杀了这么多人，不觉得残忍吗？那是人命啊，不是蚂蚁。上官玉，你就不知道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不要这么冲动吗？父皇说杀就杀了你，为什么不劝劝？他被我噼里啪啦一顿乱说，脸色由青转白，又由白转青，最后忍不住瞪了我一眼，气息败坏的吼道：你这是在可怜他们吗？你知不知道由于他们的不当心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，还把你折腾个半死？即使他们中没有奸细，单单只是害死了皇孙这一条罪名，他们也没有活路了。我被上官玉的话冲得哑口无言，我承认他说的的确有道理，要不是他们不好好干着自己分内的事，怎么会让人下了紫绮罗？我的孩子怎么会没了？可是那毕竟是10几条人命啊，即使要抵命，也是一命抵一命，不用那么多人去陪葬我的内心在天人交战，一方面恨那些失职的人害死我孩子，一方面又为他们的枉命而唏嘘。上官玉真是足够了解我，他见我脸色一连3变，已经知道了我在想什么，朝我摇摇头，你不要再想那件事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这也是石工人的一个警告，他们不认真工作，代价可能就是枉命。我不语地看着他，的确，那些人已经死了，我在这里多想无益，不如关不下接下来的调查情关，只是所有奉茶的人都死了，死无对证，这条线索似乎已经断了。寒冬来临，仁宣5年即将过去，我们将迎来新的一年天元1年。我小产的事就这样淹没在众人欢欣雀跃迎接新年的气安中。那件事如我所料，线索断了，即使上官玉不停地暗中调查，仍是毫无线索，事情不得不暂时中断下来。皇上特意来我们宫里看了我们一次，叫我不要难过，虽然暂时找不到凶手，但是他不会放弃追查。他会表面上让上官玉放弃追查，暗地里派出只有他才能动用的皇家暗影直接调查。至此，我才知道皇帝有自己的情报局。
暗影是皇家历代皇帝流传下来的组织，他们的创始人曾是北方的一个江洋大盗，靠烧杀抢为生。太祖皇帝震怒之余亲自捉拿，顺利收服了他，并且不计前嫌地看中他的武功，让他做了自己的护卫。那个人本来就是因为生活不下去了才会成为强盗，谁知当今皇上如此宽宏大量，不仅不杀他，还让他用自己的武功谋了份职，所以非常感谢太祖皇帝。为了报景太祖皇帝的知遇之恩，他用自己的武功教了一大批孤儿，由孤儿组成一个护卫队，暗地里保护皇帝。这件事太祖皇帝从未对任何人说起，直到驾崩前他才告诉太子这个秘密。从此这个秘密一直被保存下去，只是不同的是，到了世宗，这件事成了当今皇帝和太子的秘密。若是太子被禁，那太子只有死路一条，这就是上官玉为什么会如此努力。他是太子，他不能被禁，而皇帝当着我的面把这个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秘密告诉我，可见对我的信任，以杀我以后必须忠于他的事实。既然皇上放了话，我也不能再三追究，只能佩夸他。天元1年热热闹闹的来临了，各大宫殿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，喜悦的气安弥漫在宫内宫外每个角落。虽然我和上官玉没有心思过年，但是我们庆成宫也不能太冷清，样子还是得装装的。正月15元宵节，皇上在宁昭殿大摆宴席，正当大家气安热烈、欢天喜地的时候，一个侍卫走到皇上耳边，不知说了些什么。皇上脸色一变，飞快地扫了一眼底下的重臣，而后深吸了口气，对他说了2句话。那个侍卫点点头，若无其事地走了。这一幕恰巧被根本无心庆祝的我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个侍卫走后，皇上虽然表面上还是笑意融融，但细看之下，一丝阴霾不易察觉地浮上他的眼眸，神情凌厉，颇为恐怖。难道是我的事情有结果了？我的脑中猛然闪过这个背头，心里对于宴会更加无心，只想赶快结束，能与皇上见个面。好不容易挨到宴会结束，我正准备和上官玉一起回宫，他将我拉到一边，低沉着噪音说：“你先回宫去吧，父皇刚才派人传话说有急事要与众臣商量，看来我不能随你一起回去了。你不要等我了，回宫后直接休息吧。”果然有事，我脸色微微一变，刚想开口问是不是关于我们的事，一想又不对，既然皇上是找众臣商量事情，应该不会是我跟上官玉的事，便点点头，好，那你去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一夜未归，一晚上我醒来好几次，上官玉没回来，心里总感觉有事，睡也睡不踏实。远处的天空隐隐连起一阵金光，当我第5次醒来的时候，门略吱一声响了。我连忙坐起来，看见一身娉的上官玉轻手轻脚地关门。他低着头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，根本没注意已经坐起来的我，直到走到床前，才如梦初醒。你醒了？我点点头，父皇找你们去说什么？他眸色一变，看了我一眼，口气严肃，边将探子来报，挟持1个月前开始蠢蠢欲动，不断挑衅我雁城边境官员，妄图想要侵犯。什么？挟持来犯？我惊讶地倒吸一口凉气。挟持是大楚在北方的城市雁城的邻国，也就是汉人常说的匈奴。20年前，当今皇上曾率县亲征，经过1年的苦战，终于平复了挟持，并让挟持仓下水不侵犯我大楚的条约。而大楚作为互相友好的象征，特地开放北方的一个窗口进行贸易往来，事情好好的。老挟持王也信守条约，两国的贸易也就慢慢幸福的差不多了，大家也和平相处了很久。谁知几年前老挟持王年事渐高老死后，新王接位就不对了。他先是写了份书面文件，想要皇上开通北方的第2个窗口以利贸易，被驳回后退而求其次的要求提高贸易价格。皇上仍是不媚他，再次驳回了他的要求，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挟持王应该太平了。谁知太平的表面下，他居然暗地里集结了势力，准备挑衅大楚边界。那这么说，父皇一晚上是录你们商量对敌的事了？他点点头，眼中闪过一抹我看不懂的情绪，直视着我的眼睛说，是的，
父皇经过和众臣商量，任命我为大将军，陈将军为副将，不日就将启程前往郾城。谈判不成，就要一同抗敌。不日就将启程，那不是这几天的事，而且一旦打起来，可不是10天半个月就能解决的。把我一个人留在皇宫里，不，我不要一个人在这吃人的皇宫里。我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眼睛，坚定地说：你带我去，我也要去。第50章出征。上官玉目光一颤，斥道：战场不是儿戏，刀剑无眼，你怎么可以去？我坚定地看着他，我才不顾战场是不是儿戏，即使刀剑无眼，也总比待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皇宫要好。见他不同意，我本想怎么也要缠得他同意的，但看到面色疲面，眼睛周围布上了一圈黑眼圈，不忍再纠缠他，只得叹了口气：你先睡觉吧，天都快亮了。他困得厉害，也没跟我说，简单梳洗了一下便上了床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就已经沉沉的睡着了。我看着他熟睡的容颜，心里涌起一阵怜惜。这10几年来，他都是怎么过的？既要在皇上皇后面前做个孝子，又要在文武百官面前做好太子，这样的压力简直比我那时候的高考压力还要大，而他却能做得这么好，皇上满意，百官信任。房间越来越亮，我看见远处天空的云层已经被染成了一片金黄色，屋内的光线越来越清晰，明晃晃地照在上官玉脸上。我怕越来越亮的光线会惊醒他，便轻轻地爬起来，将围帘放下，躺下后眼睛盯着床顶发呆。我该怎么跟他说，他才会同意让我一起跟去呢？这个问题好像有点难度。我睁着眼躺在床上，脑中思绪万千，想了几个办法，都被自己一一否决了。不知不觉中，睡意袭来，我终于也和上官玉一样沉沉睡去。一觉醒来，天色大亮，上官玉也不在身边。红儿听见响动，在门口问了一句：小姐，你醒了吗？我嗯了一声，随口掀开帘子：什么时辰了？4时已过。殿下呢？殿下刚刚又去前殿了，听说皇上在召集大臣。他又出去了，才睡了没多久，挨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自己动手穿好了衣服，简单的吃了2口早饭，打算去前殿探探风声。小姐，你这是要去哪？红儿见我一副要出门的样子，开口询问。我自然不会跟他说真话，只好扯了个谎，我随便走走，你不用跟着。谁知他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下面说出来的话直接让我有想撞墙的冲动。康夏说了，如果你要去找他的话，还是在宫里等他吧，他不久就会回来。如果是想随便走走，奴璋可以陪你一起去。这我无语地看着红儿，这个上官玉果然把我的性格摸得一清二楚，居然连话都准备好了，还真是了解我。红儿见我一副被拆穿了想法的祥子，想笑又不敢笑。我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，既然他话都放那儿了，想必我即使去找也是白搭，还不如在屋里暖和暖和，这大冷天的，谁没事余意出去瞎晃。我一屁股坐回椅子上，假装捶了捶背，这天怪冷的，还是不出去了，你过来给我揉揉肩吧。红儿笑着应了声是，换来我又一个白眼。我一边享受着红儿的按摩，一边暗自揣测皇上刚刚跟百官商量完了，怎么又要商量了？莫非已经在安排出征日期了？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1个月前挟词就蠢蠢欲动了，事已至今已1月有余。皇上必然不会让那些蛮夷肆意挑衅我大楚边界，立刻出征绝对有可能。看来我得加紧时间跟他说，错过时间就没有机会了。好在上官玉没有多久就回来了，他挥退了所有剃头，非常正经地告诉我，父皇定于3天后出征，让他准备好一切。3天后就要出征，时间还真紧张。我没有任何意义地点了点头，再次坚定了自己的立场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不可以，他严厉地拒绝我。见我面色一暗，心知自己口气太严厉了，不由得缓下来，伸手抚上我的发，柔声解释道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战场危险，你一个弱女子，我怎么放心让你跟在我身边？不是说先谈判吗？我犹自不死心的挣扎。他好笑地看着我，你觉得那个挟词王3番5次挑衅我边界，谈判能解决问题吗？
顿了顿，他日光燎原地看向远处，好像已经看到了郾城，沉声道：“这场仗是非打不可了。”非打不可，非打不可！我的眼珠子转了2下，心知岸上关羽的脾气，知道要打仗，那我就是磨破嘴皮子，他也不会同意。如今唯一的办法只有想到这里，我不再提我要跟他去的事，转而说道：“我去帮你整理东西。”他见我态度转变如此之快，一时看着我没有出声。我故作轻松地拍了拍他：“好了，我也是识大体的，你关心我，我知道，我不再为难你了，好不好？”他迟钝地看着我，半晌才反应慢半拍地点了点头。我笑了笑，起身转进房里雇他整理衣服。3日一晃而过，天元1年正月19，上官玉率领10万大军，同陈将军一起出师郾城。皇上在专门迎接和送寡军队的德胜门亲送了大军，夸上下士气一振，众官兵斗志昂扬，高呼吾皇万岁的口号。我穿着小兵的制服，混在上官玉的亲卫队中，那可是我费尽9牛2虎之力以及身份的优势，强行逼一个小兵让出来的。他当时还万分委屈地看着我，心不甘情不愿地把衣服交到我手上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小的就靠在殿下身边混口饭吃了，娘娘把小的位置都拿去了，小的该怎么办？哎，小的还上有80老母，下有……好了好了。”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样狗血的台词居然也被他搬出来说了。我爱不了丢给他20两银子，斜睨着他，这样你的80老母有饭吃了吧？他惊喜的眼睛都笑弯了，既不用上战场打仗，又白得了钱，忙对我连连作揖。小的就知道娘娘最菩萨心肠，不过要是殿下发现小的不见了，好了好了，这些都由我来负责。我实在受不了他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，撇了撇嘴，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。他一听心花怒放，一边朝外走，一边朝我一连道了几10次谢。我站在士兵中，看着上官玉英姿飒爽的和皇上拜别的模样，心中涌起一阵自豪。这是我的夫君啊，我心中依爱着的夫君啊，现在可以亲眼看着他上阵杀敌，这种感觉比在家里无限期的等他要好多了。一炷香后，简单的拜别仪式结束，上官玉骑上高头大马，朝身下的10万大军扬起手，高呼一声出发。10万大军便立刻有次序的行动起来，排列整齐的向郾城进发。我暗暗得意，我找的小兵是离上官玉非常近，贴身步兵的那种，所以虽然手上拿着沉重的长矛，但心里仍旧甘之如饴。走在队伍中，因为士兵很少看到太子妃，再加之我又是一身男装打扮，因此没有任何士兵认出我。上官玉更是居高临下，我低头走路，他更加不会注意到统一装扮下的奥秘。大约走了2个时辰的路，没有经过训练的我果然不行，不久便腰酸脚疼，手里的长矛也是越来越重，手好像要断了一样。我抬头看了一眼上官玉，他倒是骑在高头大马上，一脸精神抖擞的样子。我感叹，骑马和走路果然有天壤之寡。队伍走了2个时辰后，临近中午，终于在一处开阔的地方停了下来。炊事员开始烧饭，我累得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也不顾及形象了。要喝水吗？一声天籁般的噪音在我头顶响起，此时的我又累又渴，既然饭没有做好，先喝点谁也是好的。我想也没想的就伸手过去接水，顺便道了个谢谢。随着我的话音，那人拿水壶的手猛地一顿，我还没拿到水壶，他就缩了回去。干嘛？耍着我玩啊！我气愤地抬起头，正在呵斥那个无聊到开这种玩笑的人，却不经意问对上一双蕴藏着愤怒的眸子。啊！我低呼一声，恨不得扇自己一个耳光。我看到了谁？居然是上官玉。我想过几百种与他见面的途径，独没有想到这种他怎么会亲自来给士兵送水。我惊讶的没了反应，心惊内跳的看着上官玉那双漂亮的眸子一眨不眨的瞪着我，眼里的怒火跃然越望旁边的小兵，大概以为我看到太子殿下亲自送水来，爱宠若惊的变了，忙讨好的解释着：“喂，快跪谢恩啊！殿下关心部下，亲自送水来了，你怎么还坐着发愣安？”对于小兵关切的话，我克耳不闻，一动不动地看着上官玉，
生怕任何一个动作就会引得他当场发怒。那个人大概也察觉到了气安不对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上官玉，见我们一脸表情也没有，不由得缩了缩头，不敢再说什么。我看着上官玉眼中仿佛快要燃烧起来的怒火，喉咙好像被什么堵住了一样，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叔弟，他扔掉水壶，在我还来不及惊呼之前，一把拽起我，半拎半拖的将我拉到随行军医的马车里，啪的一声将我丢了进去。第51章开解。痛！我揉着快被撞得散架的屁股，可怜兮兮地瞪着他。他毫不怜惜地轻身附过来，整个人探到我身前，压抑着报数的声音，沉声吼道：“你怎么跟出来了？你不是答应过我会好好待在家里的吗？”看着他气急的模样，我反而冷静下来了，双眸平静地迎上他。我只说过我不会让你为难，没有答应要待在家里。你他气得扬起手，似乎要打我。我毫不畏惧地迎上他，他顿了一下，终于还是缓缓放下，眸中闪着复杂的情绪。我心中一动，知道他气恼我偷偷摸摸跟出来，战场危险，一个不留神就会丢了小命，他是为我好。我动情地抚上他的眉心，揉开他紧皱的眉，温言道：“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，那个皇宫太可怕，我宁愿看见真刀真枪的流血，也不要在那杀人不见血的皇宫待着。”他眸中一动，仿佛颇为触动，半晌看着我没有说话。我们两人的视线就这么支着，直到帘外响起一个人的声音：“殿下，饭已经烧好了，要端进来给您用吗？”该死！我脸上一红，猛地推开探到我身前的上官玉。大家都以为我是男儿身，刚才堂堂大楚国太子居然把一个小兵抓到马车里来，两人还拉起帘子说话，不被那些想象力丰富的男人想歪才怪。我急红了脸，正要下车，却被他一把抓住，用再平常不过的声音回答：“不用了，我这就下来。”说完，他紧紧拽住我的手，又恢复成刚才凶恶的状态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：“以后你就做我的贴身护卫，随时跟着我。”我彻底无语地看着上官玉潇洒地走下马车的背影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完了，上官玉的一世英名要被断袖之癖给毁了。我埋头跟着他走下车，才刚用眼角小心的一瞟，就看到无数暧昧的眼神朝我扫过来，尴尬的我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有了上官玉的嘴书命令，下一次启程的时候，我果然被安排骑着一口马跟在他后面。他还特意派了一个亲信传了封密信回去给皇上，大致是说我跟着出来了，再回去也不方便，索性只好把我带在身边了。皇宫那边请皇上帮忙遮掩。2日后，皇上的信传回来了，先是把我和上官玉精批了一顿，未了才说已经安排好了我的事情，就说我小产后病情反复，太医说需要静养，皇上把我送到玉泉山疗养去了。另外还让我自己给家里写封信，免得老爹和娘担心。皇上虽然表面上把我和上官玉精批了一顿，心里还是帮我们的，妥善的安排了我的事情。我看着皇上和上官玉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，心里反而为自己的任性有些过意不去。你写封信给爹和娘吧，免得他们担心。上官玉说了我几天，也懒得再说我了，把信给我看后便让我写信。我立刻听话的铺纸写信，10分钟后写完一封家信，派人赶紧送回去了。10天后，大部队快马加鞭的到达郾城，因为我们在肃中的时候不断收到探子来报，说是挟持挑衅的厉害，几次差点就在边界打起来了。界的官员没看到京城援军，不敢贸然行动，只是不停地平息着纷争。上官玉知道后很生气，下达死命令，10天之内必须赶到郾城。于是大家死赶活赶，终于在第10天的时候到达了郾城。一众官员看到京城的援军终于到了，纷纷松了口气，跪地迎接。恰巧此时挟持的军队又在郾城城中横冲直撞，哄抢老百姓的东西。上官玉怒不可遏，当即率领一队军队与挟持的军队打了起来。战关之激烈，整整持续了5个时辰。最后，由于我军刚刚死赶活赶地赶到郾城，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跟挟持打上了，
所以虽然在兵力上稍高一筹，却仍是打了个平手。出战打平，上官玉气地甩掉弓箭，回军营里生闷气去了。众位将领面色发白，面面相觑，纷纷让我进去劝劝。我尴尬地站在那里哭笑不得。现在除了认识我的陈将军外，上官玉手下的副将、军师以及郾城的将领都把我看成是上官玉的难玩，现在唯有我才能一解他的怒火。我被众人半推半就地推进上官玉的帐篷，而后还没等我说什么，其中一个人飞快地推了我一把，道：“殿下，张山小兄弟来了。”上官玉闻言抬起头，看到一脸无奈的我，没什么表情，复又低下头继续生闷气了。帐篷里生了很旺的炭火，乍一从寒冷的北风中走进温暖的帐篷，我的鼻子不禁一痒，忍不住打了个喷嚏。怎么，感冒了？那个木头终于关心地问了一句。我摇摇头，没有。这里是正宗的北方啊，我们从京城出发北上时才正月19，虽然连赶了10几天的路，到达郾城也才2月出头。郾城在大楚的北面，冷意仍然厉害，我有些不适应，冷热风一吹，鼻子经常发痒。听我没有感冒，他又不媚我了，独自生闷气。我也没周易，反正现在那些人将我扔进来后就远离了帐篷，估计怕影响我发挥，所以离得远远的，以免祸及池鱼。我也懒得跟他们计较，暖和了一下双手，便走到他面前，温婉地掬起一杯茶，递到他唇边，柔声道：“你先消消气，干嘛板着一副脸？”他看了我一眼，接过杯子一饮而尽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他这是牛饮水吗？喝得那么急。我看着他重重地将杯子放到桌上，不由得拍了拍他的肩：“你这么气干什么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偶尔的一次失败又证明不了什么，接下来要打胜仗才是正事，其他的事不要去想了。”我原本以为自己的这番话不能说忠言逆耳吧，也绝对8情8理，谁知他看了我一眼，更加颓废：“你懂什么？这是我第1次打仗，就得了个平局，头没开好，以后被人家牵绊一辈子。”谁说的？我无法容忍如此英姿飒爽的少年太子就这样一蹶不振。陡然将声音提高了1倍：“只要你接下来打出几个漂亮的战役，大家是不会记住你第1次怎么样的。我们的目光要放得长远一点，和邪祠的仗还没有开打，你不能先否定自己的能力。我们这次的士兵是刚刚赶到郾城，既没有休息，也没有适应这里的环境，能打个平手已经不错了，你不要操之过急，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水平？”我心急地将自己的想法和分析和盘托出，没注意上官玉看着我的目光渐渐变得幽深绵长起来。直到我说完，才在他近乎聚光灯般的注视下红了脸：“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只是随便说说。”他不回答，目光来回的在我身上打转。我实在受不了他探寻的目光，伸手捶到他胸口：“你发什么愣？我不理你了。”说罢起身就要走。他迅速反应，飞快地拽住我手腕，将我拉进他怀里。我羞得正要挣扎，他包住我的手，轻轻将它们贴到脸上，似赞叹道：“你的随便说说也能说得那么精准，那要是认真说起来，是不是可以当我的军师了？”你笑我，我斜睨着他，他将我抱在怀里，两人的体温互相温暖着。不是，我是感叹怎么会得到一个如此聪明的妻子。我被他3番2次圆扬的不好意思了，不禁低下头：“那我说的话你记住了没有？”“记住了。”他将头埋进我的颈问，温热的呼吸扑在我的皮肤上，引起我微微一阵酥麻。“你说的对，仗还没打呢，我先泄气干什么？我倒要跟那个邪祠王会上一会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少本事。”我点点头，他终于想开了。看着他重新恢复昂扬的斗志，我的唇角忍不住向上弯起一个弧度。“上官玉，一切钱傻好的，你会是一个好太子，也会是一个好将军。今晚留下来好吗？”他吻着我的耳垂，轻轻地在我耳边呢喃。我脸上疼得一红，一想又不对，我现在是男儿身呀，要是留下来扑哧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他停下来，不解地看着我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整了整衣服，瞥了一眼自己的服装，似笑非笑地问：“
你就不怕被人说堂堂大楚国太子居然有龙阳之癖？他愣了一下，看了看我的衣服，又看了看自己的衣服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一脸哭笑不得。我哈哈大笑起来，抿起身离开。没关系。谁知他拉住我，重新将我拽扒怀里。如果为了你担上这个名号，我甘之如饴。不过呢，你要一辈子补偿我。我被他拉得一个踉跄，整个人跌倒在他怀里。他抱起我，不由分说，径直朝屏风后走去。喂，你真的不要名誉了？我急得双颊通红，只能拿这句话抵挡。要是有人冲进来，我以后不要见人了。他淡然一笑，轻轻地将我放到床上，滚烫的唇随即附上来，手也不规矩地伸进我的衣服里。第52章，意外。他的手滚烫，顺着我的肩膀抚上我的酥胸，引得我浑身一阵酥麻，忍不住溢出一声呻吟。这声呻吟刺激了他，他的唇不断与我纠缠，手一路往下，连剑探到我的幽谷旁，我浑身的神经都绷紧了，脸上也烧了起来，急促的喘息声交汇在彼此的呼吸中，全身的肌肤都站立起来。他将滚烫的胸膛压了过来，紧紧贴合在我的身上，伴随着沙哑的噪音，撩拨在我的耳畔。我说过，为了你，我甘之如饴。我微微一震，双臂不自禁地攀住他的背，主动迎上他。好吧，既然要沉沦，那就沉沦的再深一点吧。帐内的烛火被上官玉随手扬起的披风的风熄灭，一世旖旎恋倩在屋外哗哗的风声中，扑簌簌地落下一束银花，显得静谧而悠长。翌日，在我正大光明的在上官玉的帐篷里留宿了一夜后，他使时那些一起来的部下说，昨晚张山小兄弟给我分析了一大堆道理，让我幡然醒悟。我看今天以后就让他待在我帐里吧，我也好随时听听他的意见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几位将领一听，互相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人站出来提醒道，张山小兄弟能得殿下的厚爱，留在殿下身边，自然是他的福气。只是我等商量军机大事的时候，他还是在外面为妙，毕竟这关乎国家命运，小兵还是要有小兵的规矩。我知道那些人是如何想的，上官玉这话明着听，似乎说的挺有理理，实则几位将领都知道，这只是上官玉想把我留在身边的一个借口。殿下的私事，他们不好多管，也不能管，但关系到国家大事，他们还是要站出来说话的。上官玉本来就只是想把我留在身边，见那些人提出的意见对我没有任何伤害，立刻爽快地同意了，我也就顺顺当当地留下了。然而这之后，所有的人都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。没有人再叫我去练操，其他士兵看我的眼神也千奇百怪，有些充满了嫉妒，有些充满了鄙夷，有些有点不敢置信，还有些索性当我空气，连话都不跟我讲了。我简直哭笑不得，也懒得去注意他们的眼神，不然我非得气死或者郁闷死。啪啦啪啦，帐前的帘子一动，一阵风吹进来，正在专心做事的我和上官玉同时抬头一看，一只鸽子飞进了营帐。父皇的鸽子。我正要开口问是谁放来的信鸽，上官玉已经看出了鸽子的主人，起身快步走过去捉住鸽子，从他脚下拿出一卷信。什么事？我看上官玉脸色有些惊讶，不由得问道。他将纸条递给我，淡声说，父皇让你大哥来了。啊！我奇怪地接过纸条一看，果然是皇上的亲笔，上面说我大哥主动请缨，已于7天前动身赶来，不久就会到达郾城。大哥主动请缨，来郾城打仗，老爹怎么会同意他来的？他不在京城好好训练，来这里凑什么热闹？我莫名其妙地看着纸条，哭笑不得。大哥还真是精忠报国哀。4日后，一个小兵跑进来报告，丞相之子顾晨义在门口。啥？这么快就来了？我和上官玉对视一眼，他立刻挥了挥手，让他进来。我们两人忙跟着起身，刚刚站定，大哥已经掀帘而扒，风尘仆仆的行礼，臣见过殿下娘娘。大哥。我忙上前扶他起来，发现大冷的天，他居然一头的汗。上官玉跟在我身后，也是客气了一句，自家人就不必见外了。我忙拿出手帕给大哥拭汗，
嗔道：前2天接到父皇的飞鸽传书，才知道大哥来前线了。你不好好在京城待着，跑这里来干嘛？上官玉在我身后轻咳一声，我是汗的手一顿，看到大哥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只好收回手。他朝我笑笑，随便抹了2下，似笑非笑的调侃：你不也跟出来了？我娇羞地瞪了他一眼，却看到上官玉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。我反驳的话卡在喉咙，总不能说因为上官玉出来了，所以我也跟出来了。见我又气又急的模样，大哥忍不住笑起来，暧昧地看了上官玉一眼，叹道：殿下好福气啊，要是我也能娶到这样一个妻子，该多好。大哥意我兼顾陈毅，继续打趣我，忍不住叫起来。他神色一脸，连连点头：好好好，我不说了，我回答你的问题总行了吧？我哼了一声，斜睨着他。他无奈地撇了撇嘴，解释道：我是看挟词这么不讲道理，这次又是殿下披挂上阵，作为臣子与大哥，当然要帮一把了，所以我主动请缨赶过来了。原来大哥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啊，怪不得老爹和皇上都不拦他了。不过锻炼锻炼也好，大哥自从在军营里训练后，还真没上过战场，能上一次战场，比他在军营里日日训练都要好得多，只是刀剑不长眼，我有些担心。上官玉一听大哥的理由，笑了笑，大哥如此关心我，玉万分感动。大哥爽朗的一笑，只是眼中闪过一抹不知名的情绪，待我再细看时，已然不见，也许是我看花了眼吧。大哥的出现，让上官玉的部下有2天出现了波动，好在几天后，大家还是凡事商议的时候都加上了他。1日我刚刚起来，上官玉照例已不在身边了，我自然而然地起身穿衣吃早饭。吃完早饭后，做了一套广播体操活动筋骨，也算是使自己不能再进行早操训练的补偿。军队里没有剃头，所以也没人跟我说话，该干事的又全干事去了，徒留我一个人待在帐篷里，于是我只好找了本书打发时间。因为我起来的比较晚，所以时间过得很快，一眨眼就到中午了。原本这个时候上官玉应该就要回来了，谁知今天却一反常态，到了午时末都不见人影。大哥以及他身边的几个副将也是个个晚起了失踪，跟着他一起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我有些担心，出去找人问信，谁知那些人对我都非常冷淡，推说不知道。我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又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担心的连午饭都吃不下，焦急地在帐篷里来回踱步。好不容易听到帐外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我惊喜地抬头一看，正要说话，只见上官玉大哥正和几个副将一脸严肃地走进来。我满腔的欣喜与焦急立刻哽在喉头，不见在众人面前表露出过多的急迫。几位副将经常在上官玉的帐内见到我，早已见怪不怪。上官玉看到我一错不错地盯着他，严肃的脸上终于有了些松动，快步走过来，低声问：怎么了？没事。我摇摇头，看了他身后众将一眼。他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正要继续询问，军师孙夏忽然冒出一句：张山，你先出去吧。我看向孙夏，刚才他们看到我的第一眼微微有些表情的脸上，此刻又现八静默，好像有什么事要商量。我在心里暗暗鄙视了一把孙夏，好你个孙夏，还真当我小兵了，对我这种口气说话。嗤，一声低低的轻笑传来，我抬头一看，上官玉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正背对着众人，忍不住笑着看着我。见我看他，忙收敛神情，一本正经地转过身。我轻哼一声，出去就出去，只是再找不到这只暖和的帐篷，有些不舍。其他的我还不在乎呢。我昂起头，压下满腹疑问，前脚刚出帐篷，后脚孙夏就把帘子拉起来了。我气呼呼地瞪着拉上的帘子许久，孙夏，回去不好好教训教训你，我就不是太子妃。我在外面四处游荡了一会，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。我这才想起，刚才由于太担心上官玉，连午饭都还没吃。我不得不往炊事房走去，祈祷那里还剩些吃的。一圈回来，填饱肚子，我猜测着上官玉那里应该商量的差不多了。我再不回那个温暖的帐篷，我真是无处可去了。刚刚走到帐外，就听到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：偷袭这个办法好，
兵不厌诈吗？他挟持不仁，我们大楚就不义，蛮夷之辈，跟他们讲什么道义？偷袭我皱了皱眉，这么快就要打了吗？难道谈判破裂了？正这么想着，帐内响起上官玉的声音：好，就先这么定了，大家回去安排一下，之后再议。众人似乎没有意见，纷纷告退。我一听他们要出来了，忙躲到一边。要是被孙夏看到我站在帘外，估计又要以为我在偷听他们的谈话，到时不知给我摆个什么脸色呢。我刚刚捡了个位置藏好，几个人便鱼贯而出。他们日不斜视，没看到躲在旁边的我，一起往练兵的场走去。我看着他们走远了，才放心地窜进上官玉的帐篷。玉，你们饿？陈将军。我没想到所有人都出来了，唯独陈清豪将军还在帐里，话语戛然而止，惊讶地喊了一声。两人闻声抬起头，我顺势瞟了一眼桌上的东西，他们在看地图。陈将军看到是我，立刻走下台来，俯身跪下，末将参见娘娘。第53章良策。陈将军快起来！穿着这一身军装接受臣子的跪拜，我还真有些不舒服。关且陈将军又位高权重，虽然待人和蔼，我也不敢接受他的大礼。他也不跟我客气，站起后看到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朝上官玉拱了拱手：末将还有要事在身，先告退了。等到陈清豪的身影消失在帐外，上官玉才转回视线看我：怎么了？有什么喜？我走到桌边，看着那幅羊皮地图，挟持就在大楚以北的位置，三面环山，只有一处与我们大楚接壤，所以经济不发达，再加上都是山地，种不了多少庄稼，他们大多靠羊肉为生。而我们大楚幅员辽阔，土地肥沃，这些年来越来越富庶，人口增长很快，也难怪挟持要眼红了。在想什么期，他见我一动不动的，只顾盯着地图看，好奇地凑到我面前。我指了指挟持的图标：偷袭，怎么这么快就要打了？他看了一眼，眸中金光一闪，不答反问：你都听到了？我点点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想把地图收起来，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情，你就不要管了，好好待在军营里就可以了。怎么，看不起我？我翻了个白眼，直接忽略他的话，慢悠悠地说：如果你们要偷袭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而且胜算也比较大。他眼睛一亮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他知道我曾经有过许多次非同一般的见解，现在我这么说，必定有大部分的把握。他似乎在思考着利弊，眼睛一眨不眨的，半晌后对我点点头：你说说看。我微微一笑，神情自若地在毛毯上坐下。那你得先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么快就要打了？他哑口无言地看着我，好一会才无奈地叹道：你的好奇心还真旺盛。我不置可否地眨眨眼，一副你要告诉我，我就告诉你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，你自己看着办吧的态度。他撇了娇嘴，终于走过来，在我身边坐下，屈服了。刚才我们去跟挟持谈判了。啊！我无比惊讶地看向他，怪不得那些人通通不见人影，直到刚才才回来，原来是去谈判了，我居然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面对我的惊讶，他倒是毫不意外，仍在继续说，但是挟持王态度冷淡，坚持要我们再开放一个窗口，或者提高贸易价格，否则免谈。可是这两件事早就被父皇回绝了，不可能再有商量的余地。孙夏甚至放低了姿态去跟他们谈，希望和平解决，毕竟战争是谁也不希望的。但是他们根本没有诚意，似乎提出这两个条件只是为了有借口可以对我们出兵。原来是这样，挟持王一门心思挑起事端，只是想打这个仗，根本不想谈判。他的目的就是大楚震惊之余，我有些不能接受即将到来的烽火。没穿越前，身在么几世纪的和平年代，没见过任何战争场面，即使电影电视里打得满头都是血，也没有特寡触动的震撼效果，只因为知道它是假的。穿越后到了这里，也是一派繁荣景象，顺风顺水的生活了几年，也习惯了。现在若是真要打起来，必定血流成河，哀鸿一片。可恶的挟持王，吃饱了撑着想起打仗来了。喂，想什么呢？我都告诉你了，你也该说了吧。
上官玉见我一副神游太虚的样子，不禁推了推我，我一阵恍惚，整个人回过神来，缓缓道：偷袭这个办法不是不可以，可是什么时候的偷袭效果是最好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当然是晚上了。错，我大声否定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个误区，晚上军队休息，固然是一个偷袭的根基，但不是最好的。那最好的时候是，他好奇十足地看着我，知己知彼，毫无防备的时候。知己知彼，毫无防备。上官玉显然对我说的这两个词表面意思都理解，但是至于我到底要说什么，有些一知半解。我对他分析道，偷袭这个办法听上去是不错，可是我们的士兵刚刚到达郾城，在还没有熟悉地形的情况下就搞偷袭，你觉得这样的成功率有多少？关且我们才刚跟邪慈发生一次冲突，邪慈王必然心生警惕，这个时候去偷袭无疑是撞在枪口上，大家只会两败俱伤，即使赢了也只是哀胜，大家能高兴吗？我实事求是地说出偷袭这个决定的败笔，上官玉认真地听着我的分析，当听到我说这样的胜利只是哀胜时，脸上闪过一丝怜悯，试探着问，那照你这样说，怎样才能胜得漂亮？我笑了笑，玉起杯子喝了口水，朝他招招手，示意他凑近些。他暧昧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，怎么了？想跟我说悄悄话？天，我只是想制造些神秘感，为什么会碰上这样一个自恋的男人？我没好气地丢酷他一个白眼，直接忽略他的话，神秘兮兮地说，想要偷袭邪慈成功，必定要先除去除邪慈王的疑心。孙夏不是说兵不厌诈吗？咱们就来个兵不厌诈。哦，怎么景？上官玉来了精神，也不再跟我玩暧昧的把戏了，俊颜上闪现前所未有的兴奋，仿佛一头嗜血的老虎，正在寻找最好的下手机会，能够获取量最大，伤亡率最小。我微微一笑，带着棒货的口吻，你知道我们那天为什么会跟邪慈军队打个平手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刚刚赶到郾城，还没来得及休整就上了战场。二，我们对郾城的地形不熟造成的。要打胜仗，必须先让大家熟悉郾城的地形，在知己后蒙混敌人。我说完后，朝上官玉看了一眼，朝他挑扳眉，意思是问对不对。他点点头，不做评价，继续说。我无趣地收回自作多情的表情，这个人一旦办起大事来，那个认真劲还真是我决定不去在乎他的态度，将自己的想法完全说了出来。我们可以放出消息说，士兵到了郾城后水土不服，精神萎靡，根本没有办法作战。邪慈王必定起疑，派探子来打探。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士兵装出的确萎靡不振的样子。探子亲眼所见，定会一五一十的回去禀报邪慈王。按照邪慈王生性多疑的特点，他也许会信一半，但是还要亲眼所见才会完全相信。那么等到他出兵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先派一小部分兵出去迎战，顺便在城里散步，因为找不到可以上阵的兵，这一小部分的兵也是凑出来勉强上阵谣言。说完，我吸了口气，接下来要说的话比较残忍，但是如果要大举击溃邪慈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当然了，这些兵必须输给他们，等到邪慈王真正相信我们的军队的确无法作战，他们欢庆的时候，我们再实施偷袭，一举击溃他们。我说完最后一句，长长的松了口气，第一次一句话就掌控了那么多人的生命，而且还是出了个坏主意。我目光闪烁的瞟着上官玉的眼睛，他一动不动的看着我，眸中不断的闪过明天不定的光。虚兜，他眼眸一眨，沉声问，这么说的话，那一小部分兵算是先锋了？先锋，这个我不愿提及的词，它意味着冲锋、试探，甚至死亡。如今上官玉直言不讳地捅破我的回避，让我有一瞬间的怔愣，最后晦涩地点点头。先锋是会牺牲的，他们只是为了以后的胜利充当的先遣部队，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死亡。我就是知道这个含义，才会回避这个词，觉得是自己把他们推向了那条不归路。上官玉静静地看着我，我亦慢慢抬起头看向他，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着，彼此眼中都有一丝叹息，不是心狠啊，是不得不这么做，
不得不这么做呀。静默了片刻，他倏地站起来，眼睛望向前方，挥了挥手，为了大局，总得牺牲一些什么。来人，把陈将军找来。看着他瞬间恢复自信果断的样子，刚才微微有些怜悯的情绪被抛开。我知道这才是我爱的上官玉。心肠软的时候像烂好人，但是要掌控大局的时候也放得下，不会犹豫。我从毛毯上站起来，走到他身边。上官玉又要把陈将军叫来。陈清豪不比自己的夫君，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可以随便一些，他毕竟是外人，得注意一点形象。陈清豪很快就来了，帘子掀起的时候带着一脏冷风吹进来，伴随着他温润的噪音，末将参见殿下。上官玉忙亲自扶他起来，见过娘娘。虽然他刚刚给我行过礼，但是他给上官玉行完礼后转身又对我行了一礼，态度之恭敬，让人难以想象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将军。我微笑点头，虚扶了一把。陈清豪跟其他许多带兵打仗的军人不同，虽然他也是将军，但是少了一分那些人的粗犷豪气，多了一分读书人的斯文与庄重。你与他说话不会感觉半天解释不了一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反而说得十分轻松自在。第54章迷雾。上官玉将我的想法如此这般说了一遍给他听，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，所以不用隐瞒什么。陈清豪听完，眼中闪过一抹惊艳，沉吟片刻看向我，此计甚好，现不厌诈，果然用得十分到位。我尴尬的一笑，陈将军这话明着听是在原谅我，可是怎么听怎么感觉有贬义在里面，好像在说我身为一个女子，怎么会有如此狠辣的心思。上官玉仿佛无所觉，摆了抖，你寡夸他了，他是瞎猫撞上死耗子，碰巧罢了。陈将军一笑，不再纠缠这个话题。我松了口气，上官玉明着好像在调侃我，其实是帮我找了个台阶下。既然如此，末将这就吩咐下去，把挾词打个落花流水。陈清豪抬起头，目光炯炯有神地望向地图上的挾词，厉光一闪而过。上官玉敏锐地捕捉到这个细节，嘴角不易察觉地勾起一抹笑。我一低头微笑，只要陈将军起了杀意，那就没有打不赢的仗。挾词，这次非打赢他们不可。2月末，天气逐渐温暖起来，我们也在雁城住了一段时间了。雁城的官员知道上官玉已经娶妻，很会拍马屁的跑来说，雁城虽然地处北方，但每年春天特产一种叫蓝甘罗的花，此花香气淡雅，饮之清行甘醇，唇齿留香，女子常年饮用更会使身体散发幽香，沁人心脾，但是产量极少，甚为珍贵，所以他们此次特地带了一大包过来，想要孝敬上官玉和娘娘。我好奇，这样的花真的会有这样的功效吗？如果真如他们说的那么好，那我得多买些回去，娘、皇后都可以送一些。上官玉含笑地接受了这份对他们非常大的礼，还真的准我上街去瞧瞧。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上雁城的街，没想到雁城虽然地处大楚以北，街上倒是人群熙攘，好不热闹。虽然与挾词的战事一触即发，但老百姓还是比较平静的。街上的挾词人也很多，大家礼貌相待，没有冲突发生。我走进雁城最大的茶叶行，里面人来人往，大多都是身着名贵服饰的客人。甫一进店，一股清香的茶叶香气就缓缓萦绕在鼻端，闻之让人倍感舒心。我左右看了看，才发现这店里之所以会有如此清新的茶叶香气，原来是因为这里的店虽然主营是卖茶叶的，但是它将中间一分为2，一半卖茶，一半喝茶。客人买了茶以后，可以当场在店里品，所以清香的茶叶才会飘散在空中。这位客官，你要什么？当我正对于店老板如此会做生意赞叹的时候，店里的伙计迎上来招呼我。我开门见山的就问，有蓝甘罗吗？伙计没有立刻回答我，而是上下打量了我2眼，大概看我衣着不菲，才点了下头。客官要哪种的？新茶150两1两，成茶120两1两。这么贵？我咂了咂舌。好在雁城的官员已经打过预防针了，我带够了钱，不至于出丑，自然是要新茶了。伙计说了声好，礼貌地朝我做了个请的手势，
客官请随我这里来。我跟着伙计走进了熙攘的店铺，他带着我来到一处，指了指担子里的花说，这就是历年刚上市的蓝甘罗。哦，我好奇地凑近一看，果然和燕城官员送给我们的一模一样。此花名为蓝甘罗，花瓣自然呈深蓝色，有点像我们现代的蓝色妖姬的颜色。花型倒是和普通的花没有区寡，只是它是由7片花瓣组成的。我玉起一撮，放到鼻子下闻了闻，果然有一股清香的感觉缓缓蔓延，郁而不浓，清新绵长。我一刹那就喜欢上了这种花，立刻让伙计包了2大包，顺便迫不及待的要在店里一尝为快了。熟识泡茶的伙计很快将泡好的蓝甘罗端上来，还未走近，一甾甘型的清香便扑面而来。待青花瓷的茶杯端到面前，深蓝的花朵漂浮在水上，映衬着素雅的杯子，高雅的感觉呼之放出。我浅抿一口，霎时满嘴芳香，那种淡淡的却又经久不散的香味萦绕在空气中，周身仿佛都愉悦了。喂，听说了吗？咱们大楚的军队好像到了燕城水土不服啊，很多市县都生病了，军营里一派萧条哀。是啊，我听我大哥说的，那些市县病得厉害，连作战能力都没有了，这要是和邪祠再打起来，可怎么办啊？坐在我身后的2个人突然讨论起大楚地市县来，我心里一震，放下杯子，微微直了直腰。就是，现在表面上和谐啊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打起来了。啧，我看这燕城挺危险的。嘘，你轻点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，听见了要被杀头的。另一人似乎有些紧张，赶忙提醒那个人。那个人叹了口气，哎，我这不是和你说吗？2个人的声音更加轻了下去，几乎是咬着耳朵在说话了，我也就听不见什么了。不过有用的消息已经收到。我站起身，悄悄地回头看了那2人一眼，不错，出来买趟东西，还得到这样一个好消息。看来邪祠王很快就会知道大楚的市县萎靡不振的消息。陈清豪做事果然有